好啊。小师妹，你还记得那句话吗？我的人生早已结束，直至遇到他，我的生命才真正开始燃烧。我的生命才真正开始燃烧。爸，你回来了。哦。哎，这不是我的论文吗？前2天院长找我讨论课题研究。怎么在您这儿啊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写的特别好？爸，我知道你对我的观点不太赞同，我能理解。可是我认为，学术是没有边界的，只要有一点可能性，我觉得都值得探索。到现在你都还不认错？你所谓的探索，你所谓的研究，都是拿真人，也就是你的学生做实验。要不是林主任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你在外面做了这种事情。如果不通过实验，怎么能得出真实的数据？而且那些学生都是自愿提供帮助作为样本的。你还在狡辩？什么自愿？你以为我们都不知道啊？你是威胁这些学生，强迫他们去做实验。他们要是不答应，你就到校长那里去改他们的成绩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的实验差点害死2个学生，他们自杀呀！爸，你不要碰我！南博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人心是很复杂、很可怕的。我们研究心理学，就算终其一生，到头来说不定连自己都没有办法理解我们自己。与犯罪同感，就好比与魔鬼同行。到头来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掉到深渊里了，你知道吗？爸，我们之间现在就妄论谁对谁错，未免也太早了吧？我会向你证明的，我才是对的。你为什么就不给我这个机会呢？你走吧，爸。滚！吸血的人就是啊，是到这儿邻居别乱吃，赶紧吃，赶紧吃。你说这姓许的，他怎么能逼着人做那种实验呢？就是啊，我可听说了啊，
407那个女生到现在晚上还睡不着觉呢。这学校领导给她做治疗，说她动不动就大发脾气，不是以为她杀了别人，就是别人杀了她。看她这样下去，不会真疯了吧？我是真不明白，这学界怎么能允许像她这种心术不正的人存在啊？反正啊，以后别跟那姓许的神经病扯上关系，人家背后有爹撑着呢，咱们可没有。院长，为什么？你之前不是允许可以有不同的理论观点吗？现在是什么意思？小许啊，你先别激动。方案这种事情是要上校教务委员会去讨论的。虽然你是特聘研究员，就算是我支持你，我也不能一言堂啊。我知道了，是林主任不同意我的观点。照他这么做，以后学界就只有一种声音了。小许，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，显得我好像是个心胸狭隘的主任。我支持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是要合情合理的声音。更何况，毫无证据之下，你凭什么认为是我不同意你的方案呢？林主任，除了你，我实在是想不出其他任何人了。好了，小许，我已经说过了，你就不要再主观臆断了。总之这件事，你先放一放吧。啊，你们二位啊，都是心理学方面的专家。但是呢，小许，你毕竟是刚刚修完博士学位，在经验方面肯定没有林主任丰富。再说了，我想你们不要因为方案这种小事闹得这么不愉快吧？专家，呵呵，你们懂什么是心理学吗？啊，狭隘，可笑，我会让你们后悔的。哎，你怎么跟院长说话呢？就凭你这么有教养的行为，谁都不可能认同你的观点。我根本就不需要你们这种人的认同。你还在狡辩？什么自愿？你以为我们都不知道啊？你是威胁这些学生，强迫他们去做实验。要不是林主任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你在外面做了这种事情。小许，你毕竟是刚刚修完博士学位，在经验方面肯定没有林主任丰富。就凭你这么有教养的行为，谁都不可能认同你的观点。送给你内心的怪物，同样拥有怪物的我。林主任，这么晚了，您还在加班啊？林主任，您在做什么？
这个世界太冷，前方的路太长，我不想再去思考，不想再去过每日重复又平庸的日子。我累了，也许我的人生就此打住才是最完美的句点。喂，喂，我们见过面的。怎么会是你？是你为我制造这场自杀的？当然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自己看。你去死吧！喂，你好。林主任好。林主任好。怎么这是？我怎么才能和你见面？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就容不下我对问题的探索。我只想要一个答案，可是他们总是为我贴上他们定义的标签。我没有依靠我的父亲，这不公平。这世界根本就没有公平，真正对所有物种都公平的事只有一件，那就是死亡。你想进行审判？如果打算一个人对这世间进行审判，面对生命的消亡，不能这样自负。许多事向往庞大而复杂，个体会遭遇无数变节，但团体就不一样。你要追随我？不，是你要追随我。什么时候？等你变成我满意的样子。什么时候过来的？好久不见了。刚来不久。哎，我就在前面那个咖啡厅等你哈。你过来以后就跟我说。哦，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。哎，你朋友最近怎么样？你有病是不是？别冲动，吵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吵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释放愤怒，心情好，不跟你计较。释放愤怒，动手吧，手吧。你去你的！对不起，还这样来啊？哎，路上堵车。你看看都几点了？哎，老婆别生气，我不是给你买花去了吗？买什么花？我最讨厌这个坏女人了，拿个破花就要糊弄我。有病吧？有病！小韩，告诉你啊，你走人，再也别回来找我。你谁啊？你需要解脱。哎，你看这个，夏雨，你醒醒！这
有驾照吗？是你开车太快了吧？在花园路学院路交。按你心里想的去做吧。去下游截住他。好，跟我走，走，快！走。我是周小川，有人发现吗？你们那边，赶紧报告。没有发现，没有发现。怎么办？接着，接着，让他们那个摩托艇把这附近周边都搜一下。我是周警官，让摩托艇再扩大搜索范围，往下游再走一走。收到。目前岸边还没有发现，你们那边怎么样？周警官，这附近我们都搜遍了，没有任何发现。这个人不是跑到下游的岸边，就应该是沉到江底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水上巡逻队注意了，我们在江边没有发现嫌疑犯的踪迹，各小组扩大搜索范围。收到，收到。我在想，许南博这个人，我印象当中，你跟他应该没有什么太多交流吧？没见过几回吧？对，但这个人让我很不舒服。只可惜，什么？据说许南博死前服用了毒药，目前还不能肯定是哪一种，但从刚才现场警察获取的信息来看，我认为是氰化毒物。中毒后，他又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去，现在还没有找到尸体，多半是落入江中，被卷入激流中了。这么多种伤害出现在一具尸体上，真的非常难得。只可惜尸体还未找到。你这个家伙永远都是这样，天大地大，不如你的研究最大。拜拜，老大，桥下的江边都找过了，没有发现尸体。江下巡逻队说有可能飘到下游了，他们找起来得要一阵子，咱们先撤吧。嗯，让大家先上车吧。哎，走了，收队，收队，收队。走吧。啊，老徐，走吧。我还坐之前来的车。那你早点回去休息啊。走不走？我得给你换药了。来。哦，我自己来，我可以。好。啊，我帮你吧。谢谢你啊。没事。
电话。哦，不好意思啊。喂，喂，老面，你的伤怎么样？我没事，休息一下就好。行，你没事我就放心了，注意休息。好。对不起啊，刚才用了点力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这点伤我们都习惯了。你们警察是不是总是受伤啊？像你们做护士的，是不是经常给患者擦拭伤口止痛？那我们的职业还挺配的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发现还真是哎。好了，你自己注意伤口，不要碰水哦。好。哎，明天还是你来给我换药吗？我们护士轮班，明天不一定是我。不过，如果是病人清点的话，护士肯定会来的，毕竟我们医院的服务是全市闻名的嘛。好。你这个家伙是醋坛子吗？知道你还当着我的面去撩人，白锦溪，我告诉你，这种事要是再有一次的话，我就……你就怎么样？我……其实呢，我跟你一样，心也都特别小，只能容下一个人。我爱你，就只爱你一个。好了，坐好了，系好安全带。我在想，许南博就是当年的连环杀手之一，他还是一个犯罪心理的高手。那当年警方围捕字母团的时候出差错，会不会跟他有关系？队长，怎么样？确定了吗？两岸附近都搜索过了，没有发现什么人。那边是兰江跟泽河的交汇处，咱们的船不能往那儿过了，要不然就回不来了。让人往下游了，我去通知刑警队。是，注意安全。天哪，这是许南博吗？都面目全非，根本认不出来了。这的确是水上打捞队送来的。林队长说，许南博的尸体在向下游漂的时候，经过2个险滩，那里有很多大石块，尸体经过不断的摩擦，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。这里共有2条江流，许南博落入的是最终汇集入海的兰江。兰江每年泥流量很大，在本市的这一段又因为和泽河交汇。虽说现在不是汛期，但是一个拱角高于水位0.25米以上，拱角未淹没于水面，拱顶底面超过水面1米以上的桥梁都有可能被水流冲击垮塌，何况这一具血肉之躯呢？这是挂住尸体的那几块石头，我让林队长一并送过来了。尸体的骨折撞击伤做切片后还原，二者完全相符。还有一种可能，
这个人被同一块石头砸得面目全非之后，被人丢到了水里。没有，老徐，他的意思就是想问，这个尸体确认过吗？是许南博本人吗？当我们业余吗？早就做了检测，无论是从血型、毛发还是 DNA， 都足以认证，这就是许南博本人。拿着。还有，徐医生从昨晚到现在都没合眼，因为检验过程中需要有人盯着，出了一点问题都有可能影响结果。他到现在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，你们现在居然还……小姚，其他微证的检验结果应该出来了，跟我去看看。你呀，走了。来什么呀？什么意思？凶我呀？你说你就这还看不出来啊？就你这智商，你真是，我真替你着急，以后找媳妇儿都不好找。还有啊，以后不能让小姚在你面前那样了啊！不是，这和找媳妇儿有什么关系啊？老张，这数值显示原料里边不含苯乙酸，只是水啊。但昨晚一夜过来都是非常正常，今天早上不知道为什么里面怎么就成了清水了。不过原材料我们刚才查验过了，并没有缺少，看来不是为了偷盗苯乙酸原料。有没有可能是内部管道的问题，导致原来应该汇集合成的原料没有到位？不如这样，你们排空里边的水，检测一下吧。来，你们把房门关了。好。何老师、吴老师，管道里面已经排空了，你们看一下，应该没问题了吧？老何，这压力位不对啊，很有可能管道里面有地方被堵住了。你们几个赶快把 F5封死，打开 C3管道进行检查。好。是硫酸，快去冲洗！快点，那边！快点！如果许南博就是辛家之前提到所剩的杀手之一，那他们应该还有3人隐藏在人群中。对许南博，我们都知道些什么？我们去走访了他大学里的一些同事，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其实跟他说的出入还挺大的。他之所以转到临床心理学，并不是像自己说的是为了正义想救人，而是因为他的学术观点比较偏激，他喜欢做一些极端过激的实验。学校对他的意见也很大，想要把他辞退。还有，他跟同事的关系也不太好。他父亲曾经主动反对过他的学术观点，在他父亲去世之前，他们的父子关系都很紧张。我想，这应该是他加入字母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要得到认同存在感。对了，鉴证处那边正在对许南博车里的微量物质进行分析，可能还会有些线索。秦队，海神，不好了，城郊蓝胜化学工厂发生特大泄漏，伤亡惨重。蓝胜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是一家已经获得国家允许生产和合成苯丙酮的工厂。苯丙酮涉及甲基苯丙胺，也就是冰毒的制造。韩琛，你联系缉毒大队，一同调查。好。这种事呢？2位警官请坐。不应该呀，谁知道呢？吓死我了！这到底是谁放的？说一下事情的经过吧。首先得说明，记录显示厂里的原料苯乙酸
并没有失窃。凌晨上夜班的工人发现反应池的情况异常，就暂时停止了那条线的运转。我及时找来了工程师，结果发现可能是管道内部出现了问题，导致原料不能及时到位，未能发生合成反应。我们厂是国家允许极少数可以合成苯丙酮的单位，产品不对外销售。安全生产方面，我们也一直是按照国家的标准管控。由于我们较早地引进了先进的智能体系，所以很多化学品都不完全需要人工操作合成，都是系统自动分配。谁知道竟然发生了这样的情况。王工，事发前几天有什么异常吗？不管什么事情都可以和我们说一说。其实，在昨天晚上，系统出现过中毒现象，但当时已经被我及时修复并且排除了，之后也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，所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样的情况。那这样，能不能带我到系统机房看一下？行，来这边请。也就是说，发生这种事情，除了硬件，也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。那为什么你们不检查管道之前先确认呢？这个问题，何工程师，你说一下。我们此前咨询过，计算机工程师说，此前系统曾经出现过异常，但很快就排除了。问题有可能出在硬件设备上，所以我就叫上老吴和老张，一起去查看了。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。王工，你说我们这个原材料苯乙酸，如果未按照指定程序进入指定轨道的话，它会去向哪里？应该还在原来的储存位置。可离奇的是，原本储存的硫酸，却跟灭火系统里喷头储存的水发生了置换。你们看啊，上面有个暗门。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个。警察同志，您是白帽黑客吧？什么白帽？糟了，我中计了。Hi, loser，I'm R。不愧是 R， 真厉害。虚拟也好，现实也罢，人这一生能接触的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但凡是想要控制网络和人工智能的人，最终都会被网络和人工智能所取代。科技发展的越快，我们离死亡越近。你又开始说这些我听不懂的。不过没关系，因为接下来离我出场也不远了。伤口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不过呢，你还是要多注意休息。好。然后还是不要吃什么辛辣的东西。好。有什么事你再告诉我吧。好。我是不是该叫你好好警察先生？好啊。不过我觉得应该把警察2个字去掉，那样会更顺口。喂。好。我明白。我现在可不可以出院？你的伤还没好，不能出院。可是我有件特别要紧的事，现在必须要去做。比你的伤还要紧，比你的命还要紧吗？警察的命就是随时为国家、为人民准备的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
在有些人眼里，你除了警察还有别的身份，你就不管他们了吗？这个问题，等我回来再告诉你。我只是去调查，不会有危险的。你放心，等我。这么说，你跟 R 算是正面交上手了。对啊，但是我太没用了，竟然给输了。输就输了呗，工厂泄露又不是因为你输了才发生的，恰恰相反，正因为是你发现了这暗门系统，才确认了是 R 入侵系统，这是人为作案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早就听说这个网络黑客高手都有一个自己的虚拟形象，你说你选什么不好，你偏偏选只猫啊？你懂什么？那是山猫，山猫和老虎一样，同属猫科类动物，非常凶的。行了，再厉害的猫也是猫，人家选的可是地狱犬。你见过猫去追狗的吗？那不找死吗？下回你先你上啊。小帅，这个 R 制作的是什么程序？R 的这个程序呢，只对目标代码起作用，隐蔽性非常高，一般的技术人员根本就破解不了。他利用原程序中的错误进行改造和升级，才造成了这次化学工厂的严重事故。我觉得这个 R 绝对不是普通的黑客。韩人，我说你这车是不是该修修了？不喜欢，下回还是滚回去坐冷面的车吧。我觉得很好啊，敞篷的嘛，凉快舒服。哎，对了，冷面怎么样了？哦，冷面啊，小姚之前说，从许南博的车里遗留物证来看，发现他昨天去过市里的植物园，冷面正带人去调查去了。鉴证处不是只在许南博的车里发现了花粉吗？怎么会判断出在植物园？那个是大叶杜英的花粉，热带乔木，对生存环境有极高的要求，在我们这儿如果没有专业的照顾，是根本无法存活的。慢点跑，慢点。妈妈，这个铜箱软软的，好可爱。喂，别动！不好意思，我是警察。哦。也绝对不能白死！我要韩缜血债血偿。